嗨，大家好，欢迎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来时装的机壳是 ZX-1。那这个厂商最有名的大概是他们的键盘系列，如照片，它的键盘的配色相当的大胆。那这个机壳也是跟它的键盘一样的大胆，白橘配实在是很跳很冲。但今天二手开箱是黑色的版本，你不用担心它的颜色不均或者是烤漆品质等等的问题。那 ZX-1有空冷跟水冷版本，它不像 S1 用一个加高帽的方式，外观上水冷与空冷只有高度上的差别，不过内部的结构两者也有根本性上的差异。因为没有水冷头会到70 mm 这么高，所以他就把那些空间让来给显卡，所以水冷版本的显卡厚度支援有到60 mm，体积部分气冷是9.2升，水冷的版本是10.6升。那水冷的版本跟 H2O 比还小了快1公升，算是相当极限的配置。水冷头高度55 mm，厚度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毕竟一样限高的 H2O 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不是很好装了。但大家入手前也要多注意自己的水冷头。那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它也不能像其他的机壳可以把面板直接拆开，它的侧板开口一定是更小、更难装的。外观的部分可以看到，它的磁吸侧板都是相当圆润的曲线，侧板的透气孔直径周围较小，越靠近中央，它的开口会越来越大。同时，它的铝板还有切一个斜边，内嵌铁块来做磁吸的使用，完全展现出高价 ITS 机壳该有的样子。此外，它还送你一颗螺丝起子，有十字与2颗内六角的配置。它的脚座也是金属材质，处理器背板有做镂空的动作，但我实测我的水冷背板会卡到，所以你请务必安装好水冷头，再把主机板安装于机壳。我最不满意的一点大概就是它的中板，它的开口其实是很小的，风扇的风都被挡了一大半。你看别人它的开口多大，原本我还以为它这个是要跟底板来做一个共用料号，但其实两者的开口设计也不同，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设计算是有点小小的可惜。再来看看理线的部分，由于基本上这种机壳是不可能给你走背线的，所以水冷的诸多线材你只能把它绑在一起。水管部分也只能走这个方向。如果我要从下绕到上，我这个 X53它的水冷管会不够长。显卡的安装是由2块铝来互夹做固定，完成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后面是很简洁的，这也是这个壳我在外观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它安装完之后，你的侧板基本上是抠不下来的。你要先把顶盖抠开，然后再从内侧顶开。这个磁铁吸的是相当牢哦，那我自己觉得还算是件好事啦，毕竟没有人会整天拆拆装装的，而且你加一个凹槽真的会比较好看吗？我个人也是持保留的态度。那装完之后，来进入我们的实测环节。那一样是老朋友 1070K 全核4.7预设电压，我这边加测一个6600全预设的状态。那接着会换回680ST，把转速固定在1800转。单烤半小时 ，CPU 的最高温是77度。那加上6600双烤，这个时候从77上升了83。换成6800之后就变成了91度，那这个大概也是顶至240小颗的宿命啊，因为2颗猫扇基本上都超过2000转了，再往上冲也会很吵。在显卡温度部分，6600的温度是67度，热点是79度，那6800定速之后温度是73度，热点是88度。比照之前 Shift-XT 的水冷模式也是74度与89度，不过今天温度是稍微低了一点，那算一下应该是 Shift-ST还是比较好，不过两者体积可是10.6升跟17.4升，ZX-1已经算是非常的出色了。CPU 的部分，由于当时 Shift 我的水冷排的转速不一样，我就不比了。但看一下我之前 H2O 在全速2000转，在2月寒流吸着 6900XT 的热气，那个时候 CPU 的温度是84度，比照我今天5月测试91度也不算输太多。要知道双烤10700跟6800已经是超过400瓦的功耗了，都这样子双烤还不降频，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表现。如果我夏天不开空调打游戏，一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散热表现以10.6升来说是出乎意外的好，要知道这么小的壳还塞了给你快3槽，对于通膨化越来越大的 ITS 机壳比的话，这根本就是清流。
那可惜的是，这么高价的机壳竟然没有 PCIe 4.0的延长线。那这边推荐给颜值至上的玩家。那以上介绍到这边，那我下一个开箱的壳其实已经买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